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杨紫去宅子路的余生咖啡店做客，他还爆料了剧组这些秘密。在余生，请多指教中，为了追到喜欢的女孩三三，顾潇投资了一家咖啡店支持三三的事业。戏外，某天小冉的游乐场也接到了顾潇扮演者翟子路的邀请，去由他担任限定店长的咖啡店坐一坐，感受他这业务开展得到底靠谱不？我们抵达咖啡店时，翟子路已在店里准备了好一会儿。为了完成好店长给他布置的主攻美式咖啡、拉花拿铁2项任务，他正从选豆、称重、磨豆、调配一步步重复学习着。是的，我们并没有描述错，因为突然忘记步骤，拉花失败，小翟确实只得一遍又一遍地被教学。盯着他颤抖拉花的手，我暗自深呼吸，现在找借口溜走还来得及吗？当然，品尝翟店长的咖啡是一方面，另外秉持小冉的游乐场栏目宗旨，每期拍摄必要出题难为一人一下。本次我们给翟子路带来的难题就是在栏目镜头记录的1小时时间内，完成向客人售出20份餐饮的 KPI。 为了增加紧迫感，我们会每隔15分钟检查一次进度，他未达成阶段 KPI 抽签惩罚， KPI 达成则可获得奖励。正和翟子路唠着规则，已有3、4组客人陆续走进了店里。为等翟子路消化一下任务难度，我们便催起了这位限定店长，已经开始计时了。 Go， 去点单。没想到啊，在余生中各种自来熟的交际达人顾潇，到了现实里竟是个给客人推荐咖啡都会忐忑、嘴瓢，随时一副逃跑姿态的怂少年。也没想到，即便学了半天，小翟制作上岗后第一杯美式竟还要花费足足12分钟。对比旁边店员小哥一脸淡定表示，我们做这个大概半分钟吧。我们不禁操心，这样的表现要放在剧中，顾潇怕是又要被三三挤兑又嫌弃了吧。接下来的40几分钟，我们看好戏似的啊不，我们心系小翟却又爱莫能助的看他先后记错餐单，上错咖啡，把绽放的花朵硬生生拉成了花骨朵。兵荒马乱中，他是继续乐观营业，还是倍感挫败？在我们有意设置的隐藏摄像机环节，面对客人的故意刁难，小翟反应怎样？又是如何化解？尽管听起来当天的麻烦不少，但喜欢小翟的朋友们不必太担心。我们也剧透一些轻松的内容吧，比如被粉丝调侃唱功待提升的小翟，在栏目里自信满满的一展歌喉了，唱的还是一首深情情歌。在寻求场外帮助环节，小翟一个电话打给了剧中女友三三，但缘何收到了这样的表情包？随余生剧情发展，顾潇和三三感情面临新考验。小翟结合角色情绪，在店长专业指导下，还特调了一杯饱含酸甜苦辣滋味的爱情饮品。这杯适合边追剧边品尝的饮品独家配方，我们也放在栏目中啦。拍摄中，还有热情的观众认出了小翟，并自觉取代了我的位置，连珠炮似的和小翟问答互动了起来。不得不说一句，热心观众的采访功力不错，拍戏趣事儿、角色心得都问了个遍，顺便还延展出了小翟近期业务动向。在此我们替大家也为小翟汇总一下，除了刚杀青的傅流年外，我的卡路里男孩没有工作的1年，陌上人如玉待播中，另有新剧和电影筹备拍摄。我们游乐场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机会。各位，在等待新作定档之前，请大家先移步微博端关注8月6日上线的翟子路余生咖啡店限定营业正片吧。余生剧组故事多，被肖战暖心鼓励，杨紫是小太阳。在结束店长工作后，
与理工作室 X 小冉的游乐场和翟子路也聊了很多关于余生，请多指教的幕后。总结7则故事，分享给大家。余生群里很热闹，严医生表情包最流行。翟子路透露，余生主创们本来就有个10几人的微信群，自剧开播以来，群组里尤为热闹。播到精彩的片段，网友们有啥有趣反馈，演员们也会结在群里交流。像之前剧中的高医生一叫小度，很多观众家里的智能设备就自动反应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。而群组里前段时间最流行刷的表情包，则是外号一刀切的严医生那个我帮你切掉的表情。既是顾魏恋爱指导官，也要做好枝干角色。剧中顾潇以顾魏的恋爱指导官身份出场，及情场老手小堂弟要教哥哥如何去找女生互动。翟子路回忆，因为那场戏是在酒吧实景拍摄，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，所有演员对台词基本都靠喊，拍得有点费嗓子。但好玩的是，自己戏份结束后，他坐在监视器前看顾魏、林之孝如何冤家式相遇。当然会有设计和走戏，但一些两人摩擦的点也是他们即兴发挥的，特别有意思。除了哥哥的恋爱指导官身份，演员翟子路认为顾潇这个角色的作用就是要做好剧中的枝干，去辅助衬托。比如在兄弟线上，顾潇很多时候是要通过和哥哥的互动来烘托其他人的关系。其实我觉得气氛担当很难做，因为拍摄现场是安静的，你还要一个人在几十人面前表现得很嗨。其实演这种氛围担当还是要有一些厚脸皮的。剧组注重仪式感，男演员们爱健身。其实余生第2集中三三和顾潇1秒分手那出戏，是三三和顾潇在剧组拍摄的最后一场戏。剧组用心准备了蛋糕，包括彼时还未杀青的肖战、杨紫在内的余生家人们都聚在一起拍照聊天，好好庆祝了一番。据悉余生是个十分注重仪式感的剧组，工作人员们会记得我们每个演员的生日，然后为我们准备各种惊喜，很感动。翟子路也感慨，大家关系真的很融洽。拍戏之余，演员们除了一起吃饭，也会一起看看电影，尤其男生们还会相约健身，健身完再去吃不长胖又能补充蛋白质的牛骨头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，那段时间我们身形练得真不错。顾潇被封海王，翟子路从不主动表白。余生出播时，每当播到顾潇和三三同框画面，弹幕上总会飘出网友评论：海王、海后又来了。的确，顾潇的过往人设就是个到处留情的富二代，三三看起来也经验丰富。但分析这对 CP 的关系时，翟子路觉得他们是属于顾潇主动出击，三三见招拆招。起初，顾潇每次被拆招时确实会有不甘心，但也渐渐从不甘心中发现了这个女孩很多特别的地方，从想拿下变成了想给予。他对这个女孩的情感是专属的、真挚的，也在这段感情中生出了更多的责任感。相比顾潇一见钟情，进而会对喜欢的女孩积极出击，翟子路表示，现实中的他也相信一见钟情，但自己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，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主动表白过别人。因为我喜欢一个人，就会很害怕他讨厌我。可能平时和朋友一起的那种开朗，在他面前就会收敛很多。潜意识觉得表现得安全一些，会被讨厌的可能性就小一些。而且我始终觉得，喜欢是自己的事，不是说我喜欢你，我就一定要怎样，或期待你给我什么反馈。我反而觉得喜欢你这件事已经让我很开心了。之前翟子路出演《机智的上半场》周瑜时，因为该角色性格好，3代单传，重庆拥有5套房，被网友调侃为理想伴侣。如今在余生里，他饰演的也是一位多金公子哥。
我们问翟子路，你本人会觉得物质、金钱在爱情中是不可或缺的吗？当然了，翟子路不假思索道，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，不能光用嘴说要去保护家人和重要的人，他一定要有足够扎实的基础。拼命赚钱不是为了自己之后可以挥金如土，而是在重要的人需要帮助时，能有二话不说就去帮助的能力，这也是一种对对方好的表现。和顾潇相似之处，对家人的感情。聊到自己和顾潇角色相似之处，翟子路脱口而出，就是对待家人的感情。像顾潇，他很在意父亲，渴望父爱，但他不会去主动说，甚至是因为在意而刻意表现的不在意，然后出现一些误会。我和家人虽然没有剧中的一些矛盾点，但我爸妈是属于那种非常自觉的人，而往往不愉快就来自这种自觉。比如我想叫他们一起来吃饭，他们会觉得虽然也很想我，但怕来了给我添麻烦，耽误我工作，就别来了。我虽然知道他们为我好，但当下会无奈于你们为什么不来。讲来讲去，反而大家不高兴了。我也在琢磨，父母有时就是这样。那我其实应该用更大的热情去主动做些事。我之后也想，如果拍戏到一个好的环境，还是希望可以把他们接在剧组边住一住，又能让他们散个心，也多些家人相处的时间。剧中顾魏对弟弟少留情面，戏外肖战很暖心。哥哥顾魏和三三掉到水里，作为顾潇你会先救谁？哥哥。翟子路哈哈大笑。想来这个答案倒也符合顾潇护歌狂魔的设定。在被我们问到和顾魏扮演者肖战的合作感受时，翟子路表示，战哥是个很严谨的人，他对自己的每一场戏真的都非常认真，而且他很照顾别人。翟子路回忆，因为拍这部戏时，我的经验也不是很多，有一些戏演得不到位。有几次是我的戏，战哥本来也在现场，可能隔比较远，10几米，但他还是关注，感受到了我的气馁和不自信。在开机准备时，他看我走过去就会给我递个眼神，很肯定的点点头。其实男生之间不会说什么矫情话，但你看到一个眼神，点一下头，你就能觉得非常暖，会感觉真的就像一个哥哥在照顾弟弟，很安心。杨紫演戏很生活，也是现场的气氛担当。我记得第一次见杨紫的时候，她问我多大，我说2025年的，她直接说不可能，你不可能2025年的。我当时就想说怎么回事？你是觉得我多年长？回想和余生林之校扮演者杨紫的初见面，翟子路觉得好笑又委屈。虽然我平时老想装成熟，赶快长大，但突然被人当面质疑显老，还是有点接受不了。随着相处，翟子路逐渐适应了杨紫的大辣辣，他在现场活跃气氛的能力真不是盖的，像个小太阳一样。除了生活中性格可爱，翟子路最欣赏杨紫的是她的专业能力。我当时自己演戏更多的是凭着本能去判断，但在杨紫身上，我发现她能把任何场次、任何规定情境的那些小劲儿拿捏得特别好，而且非常生活化，一点也不刻意。很难得的是，她演了很长时间戏，从不局限在一种套路里，演得非常多变，这是我非常佩服她的地方。